大家好，我是想到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應該是沒什麼人用的一支傳說英雄啊，打的一場比賽。那其實啊，這個英雄是雷茲。那因為你看到啊，他現在第一回合是用這個古犬小龍啊，那所以的話，其實也可以看到這個玩家是喜歡用一些很少見的一些英雄作為主要英雄的一個玩家。那所以的話，就算這個傳說英雄還沒出現之前啊，那些比賽或者是他用一些英雄啊，都是一些非常之有趣的一些英雄來的。那說那麼多，那他是用雷茲傳說英雄。那其實啊，是這隻巴瑞啊，那中文應該是巴利。那其實這隻英雄啊，我在這一場見過的次數應該還不出個5次吧。那因為這隻英雄啊，其實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機制嘛。那說起這個機制之前，其實為什麼巴利是沒什麼人用，在這個印尼服裡面，我先說印尼服。那其實啊，是因為巴利這個英雄巴瑞啊，他其實是需要用這個單英雄來進行combo啦，其實就是一直要不停的活用他原本那個機體來進行那個類似彈地啊，或者是那個 DDD combo 的一隻英雄。那這樣的話，在印尼服不會有什麼問題出現。那因為大家也知道，我以前說過，那一隻殘 combo 的英雄啊，其實很容易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會被這個玩路所影響。對，那因為大家知道印尼服這個伺服器啊，其實也沒去到很好的那個地步，所以的話，如果你用這種需要殘 combo 的一些英雄啊，是很容易被這個玩路影響到的，就是會很容易會因為打不到而斷掉你的 combo。對，那这是其中一個大的問題所在啊。那另一點就是剛才所說有個特殊的機制，那它特殊的機制是什麼？就是它有一個類似能量條的東西嘛，那就需要不停地透過打擊敵人來不停地擠上去，然後它那個能量條啊，就是就算你換英雄，好像也是會保留的。然後最多傳3次，然後每次的升級啊，都是一個英雄機體的一個進化吧，所以我會用這個進化系統來形容它這個能量條。那所以的話，也是為什麼我說是一個很特別機制啊，因為好像是這個英雄獨有的一個機制來的。那但是你聽起來啊，那些什麼進化好像很厲害，就是它每進化一次，那個機體的那個整體的性能都會上升嘛，就是英雄機體，然後什麼 SC 那些也是會有一些特別的功能。那但是如果你記得我剛才所說的，那這個伺服器啊，它因為網絡關係，它把敵人連起來 combo 其實啊不是那麼的容易，對，就是很容易掉下來，所以會導致你的那個存能量的那個機會會變得非常之難啊。那而且啊，也是有關一點，就是這個遊戲的一個風格，其實像我以前所說，不太適合一個玩家長期把一隻英雄拿出來長期使用，就是整個比賽都是用同一隻英雄，不換其他英雄進行那個 combo， 例如說不換英雄來開技能，不換英雄來做一些比較強力一點的輸出之類的。那其實啊，這個也是一個巴瑞這個英雄一個大的缺點嘛，就是它雖然是有進化系統，但是它也是某程度上是限制了你換英雄來輸出，或者是換英雄來進行 counter 對面英雄的一個機會啊。因為如果你換英雄的話，它那個進化系統，那你就很難擠能量。那如果你不換的話，也很難跟對面不同的英雄來打。說的話，為什麼巴利這個英雄在這個版本那麼少人用？我猜也是這個原因啊。對，那團戰不知道是怎樣，但起碼我打在這一場單挑這一場是有感受到類似的問題啊。那話不多說，那我們直接來開場跟這個巴利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可以的話，看到這個巴利的玩家，那其實啊，我剛才所說，巴利雖然是那個單英雄連擊很厲害，但其實啊，這個玩家好像也沒怎麼使用他這個單英雄的那個連擊。那其實是為什麼？那因為啊，是這個英雄啊，也是那種我覺得是能看不能打的角色嘛。那因為他雖然抓到人的話，他的 combo 是非常之華麗，非常之厲害，但是他這英雄就是很難抓人。对，就是如果你抓不到人的話，你的這英雄有多華麗的 combo 也是沒用的。对，那所以說他這個玩家他使用的打法是比較偏向這個牽制型的一個打法，就是不停地用他那個我會叫做是蝴蝶炮台啊，不停地翻出來，然後用他那個炮台自動追蹤來牽制着我的那些攻勢啊。那這個打法非常之麻煩，那但是我覺得是有點麻煩，但是好像沒什麼作用，因為啊，它只做到這個牽制的那個功能，對，就是它只能把我的那個攻勢打斷，
然後什麼都做不到。對，那所以的話，我剛才所說，我不知道這個英雄的那個團戰的能力怎麼樣，因為如果團戰是可以做到這個那麼麻煩的牽制實力，已經非常之厲害了。所以的話，我就先不評論這英雄在團戰上面的實力怎樣，那起碼在這個單挑裡面，我只看到他這個蝴蝶炮台只有這個牽制的那個功能而已。對，那這邊可以看到他那個蝴蝶炮台啊，已經比剛才那個蝴蝶炮台更加厲害。那就意味着什麼？就意味着他那個能量已經打滿了，好像應該是2點或者3點嘛。然後他那個能力，机體能力啊，就进化了，導致他那個炮台更加的厲害，那個蝴蝶數量更加多啊。那這邊可以，那在第一線把它抓住。哎呦，那不錯不錯，那這邊直接把它丟下去。